首先，哈弗 H6是一辆月均销量超过3万台的国民 SUV， 能卖这么好，证明它真的是面面俱到了。现在哈弗 H6S 来了，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辆普通的溜背版本车型，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。虽然我曾经也这么想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弗 H6S， 现在只提供2款高阶的动力，也就是 2.0T 的纯燃油发动机和 1.5T DHT 的混合动力总成了。我们看一下 2.0T 的预售价是13.89万元到15.99万元，而 1.5T DHT 呢，它就去到了15.49到16.49。当然这只是预售价哈，它真的是要比普通版本的 H6 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。那除了动力总成，它还贵在哪里呢？我们往下看。哈弗 H6S 更运动的外观是少不了的。之前我在成都车展上也跟大家说过它的一些外观上的整体的造型哈，它前后杠的造型是在 H6 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过的，而且19英寸的轮圈哈，你看哈，都用上了固铂，而且汽油版本上还给了你一套 Ego F1 的轮胎，这套轮胎在这台车上帮助抓地力的提升相当大。另外，既然叫的 S 车型嘛，一个溜背肯定是少不了的。整体的尾灯的设计呢，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哈，而且我们进来内饰看一下。进来 H6S 的内饰整体上的设计是跟一辆普通的 H6 是没有太多差别的，不过座椅是用上了一体式的座椅，而且用上了一些 Alcantara 材质，包括这里也会有一些 Alcantara 的材质哈。另外安全带是带颜色的，这很精神小伙，而且方向盘这些缝线是跟安全带一样的，包括这些小缝线的细节都做得特别好哈。另外12.3英寸的中控屏以及液晶仪表其实是跟一辆普通的 H6 是大同小异的。我这里提醒一句啊，预算足够的话一定要买高配，因为 HUD 以及 L2 级别驾驶辅助系统这些东西呢，你用过就回不去了。好，那到底这台 H6S 开起来跟普通的 H6 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现在开着是一台 2.0T 的 H6S， 也是熟悉那台长征发动机，4N20 155千瓦325牛米。现在一台 2.0T 的发动机没有350牛米是说不过去的。不过这台发动机有个好处，就整台车一个设定会有个好处，在这里你可以按一下赛道模式，整台车的声浪就上来了，你看就会给到你一种很精神小伙的感觉，而且这个声浪它不是说从喇叭出来的声音，而是真正的是在排气管里面有个阀门打开了，在外面听会让你的整个感官上升一个层次。另外我再说一下啊，这台 4N20 的发动机大家可能也会在 H6 上看到很多的评论啊，整体的油耗在9到10升左右，我觉得对这么一台 SUV 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再来说说这台 H6S 的底盘啊，它整体的重心就悬挂的行程会要比一台普通的 H6 降低了10毫米，就是差不多1公分左右。然后在底盘方面，它也增加了一些横向的加强件来提升整体的车身刚度啊。怎么说呢？H6 呢，让你开着就是一台大车，但这台 H6S 呢，开起来是一台有点紧凑感更紧致的一台，也不是大车，就体型更小一点点的 SUV， 所以你开上去会比 H6 就来得更加顺手，超车什么的，其实你会发现跟一台 H6 的动态会要来得更快更爽的。只不过呢，这台车它的一些 AMH 性能可能装了更宽的轮胎的原因哈，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大，但如果能提供更好的抓地力的同时，这些缺点我还是能接受的。刚从 H6S 的 2.0T 车型下来，我的心脏还是蹦蹦跳的，因为那台机器它是无时无刻用发动机的低鸣的声音就告诉你，我是一台很有力量感的车型，而且再不行你可以打开一个赛道模式，真的声浪就上来了。但一上手这台 1.5T 的 DHT 发现，哎呀，两种性格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低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车很安静，因为低速它只是用电机去驱动的。这套 1.5T DHT 动力总成我们其实在之前的马奇朵上体验过，不过马奇朵上呢是一台 1.5 升的机器，而这台是一台 1.5T 的机器了。马奇朵上的 1.5 升 DHT 是以省油为主，
H6S 这套 1.5T 的 DHT 呢，就有一点点的性能表达了。它0到60公里加速时间只需要3.7秒，而且一踩下去，又安静又顺哈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参数，功率179千瓦，其实很接近大众高功率的 EA888，因为那套只是184千瓦。然后扭矩很精彩了，我确定我没练错稿哈，530牛米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？奔驰 AMG C43 V6 双涡轮增压的 3.0T 也不过是520牛米，所以你可想而知这套动力总成的动力就一踩下去的时候，动力输出会有多么就给到你一种又安静又有很好的加速度的体验。如果你想一个又安静又能给你一台很快的 SUV 的时候， 1.5T 是我推荐的。但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精神小伙，我需要更多躁动的感受，那就一定是买 2.0T 的机器。好了，以上这些就是 H6S 所提升的地方，也是它比 H6 卖得更贵的原因了。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它 2.0T 的动力总成，虽然参数不是特别大，但它真的有排气声浪，这个特别爽，而且100公里加速6.8秒。另外，它还有 1.5T DHT 的动力总成，也让它有了另外一个性格的表达哈。然后再想想，买这台车还有6年12次的免费基础保养。DHT 呢，电池包也有8年15万公里的一个质保。说到这些，你觉得它卖得比 H6 贵，值得吗？